与江公子两情相悦，早已私定终身。女儿自知出身微贱，不敢高攀定北侯府，愿将侯府的婚事让给嫡姐，求父亲成全。好一出姐妹情深，上辈子你抢着嫁入侯府，却因裴景常年征战不解风情，耐不住寂寞偷人，落得个沉塘的下场。这辈子你想抢那个未来当上宰相的举人，好啊，祝你锁死那个外侍脑渣男。父亲息怒，既然妹妹与江公子情投意合，女儿愿退位让贤。定北侯保家卫国，乃当世真英雄，女儿愿嫁入侯府，绝无怨言。系统提示：丁，恭喜宿主绑定京城吃瓜系统。那些吃瓜系统能看到全京城所有人的八卦，太好了！这辈子我不卷什么宅斗宫斗了，有定北侯的家产养着，我主打一个吃瓜看戏，混吃脆死。尚书府的嫡女，不过又是一个贪慕虚荣、畏惧我权势的无趣女人罢了。见过侯爷，侯爷万福。这活阎王长得倒是人模狗样，宽肩窄腰大长腿，可惜是个常年不回家的工作狂，连个通房都没有，怕不是有什么隐疾吧？不过没关系，只要你按时发生活费，你就是我最爱的老 baby。盛大小姐似乎对本侯很满意。侯爷英明神武，能嫁给侯爷是明兰三生修来的福分。满意，太满意了。等过了门，你最好天天住在军营，别回来，让我一个人独霸侯府几百平米的大床。你要是敢打扰我躺平吃瓜，我就不半夜往你茶里下把豆。好，那本侯就拭目以待了。大婚之夜，本侯定会向夫人证明本侯究竟有没有隐疾。这活阎王吃错药了，怎么笑得比反派还变态？姐姐，真是对不住了，这是江郎今日特意当掉祖传玉佩为我买的发簪。江郎说他虽家境贫寒，但绝不委屈我一分一毫。唉，只可惜侯爷虽然位高权重，却不懂这般风雅与体贴。哦，那真是恭喜妹妹了，祝你们白头偕老，情比金坚。系统，快给我扫描一下这个江远，我倒要看看未来的宰相大人现在在干嘛。江远昨日确实当了玉佩，不过一共当了500两，100两买了这只发簪，剩下400两在城南柳树胡同给青楼相好翠翠买了一处宅院，昨晚刚过户。笑死我了！你以为选了个好姻缘，结果对方根本不靠谱，你还当宝贝一样戴在头上，真是太可笑了。城南柳树胡同，翠翠有意思。本侯的未婚妻不仅是个两面派，这情报网竟然比我北镇抚司还要灵通。去查城南柳树胡同，把那套刚过户的宅院房契副本给本侯弄来，要快。是夜，尚书府设家宴，宴请未来的2位姑爷。江远一身青布长衫，端着清高儒雅的架子，正在向众宾客展示他的诗才。如兰，这首赠佳人是我昨夜彻夜未眠为你所作。我江远对天发誓，此生唯你一人，若有异心，天打雷劈。彻夜未眠是在翠翠的肚皮上彻夜未眠吧？还天打雷劈，当心雷公把你劈成炭烤渣男。只可惜我没有证据，不然今晚这出大戏绝了。侯爷，查清楚了，江远江公子昨日确实在城南柳树胡同置办了一处房产，记在了一名唤翠翠的青楼女子名下，这是京兆印府的房契踏本。
误会，那是……我操！这活阎王怎么知道的？他难道在我身上装了监控？夫人，好戏好看。初八，黄道吉日，尚书府两女同驾，一顶是定北侯府的八抬大轿，威风凛凛；另一顶则是江远勉强凑钱雇来的4人小轿，寒酸至极。姐姐，别以为你嫁入侯府就赢了，侯爷杀人如麻，连克3任未婚妻，你去了也是守活寡等死的命。江郎虽一时糊涂，但他已向我起誓痛改前非，我未来定是宰相夫人。这女人脑子被驴踢了吧？这个时候还来秀智商下限。系统，给我查查她的轿子有没有刮。江远为了省钱，雇的是一顶年久失修的2手轿子，轿底的横木已经腐朽，承重不足。哇哦！我数3、2、1，准备看好戏。3、2、1。这凤冠起码有10斤重，压死我了！裴锦这活阎王怎么还不来？早死早超生！赶紧走完程序，让我卸妆睡觉啊！他不会真的有什么心理变态的嗜好，想折磨我吧？侯爷，妾尸身伺候您更衣。救命！他眼神好可怕，长得帅有屁用，这气场简直能冻死人。待会要是他敢乱来，我就假装晕倒。对，就这么办。夫人似乎很怕本侯。他靠这么近干嘛？他该不会要咬我吧10斤的凤冠压坏了吧？本侯不用你伺候，早些歇息。这是那个杀人不眨眼的活阎王，他居然这么体贴！不，这一定是糖衣炮弹，我绝对不能上当，我绝不内卷。夫人，来日方长，本侯有1辈子的时间听你的心声。大婚次日清晨，按规矩，新妇需向前辈敬茶。侯府老夫人常年在佛堂礼佛，今日却端坐在主位，一旁站着骄纵跋扈的侯府嫡女裴悠然。哟，嫂嫂这手怎么抖了？尚书府就是这么教导规矩的吗？也是，毕竟是个临时换嫁过来的替补，哪里懂得我们侯府的门第高低？好家伙，一大早就给我上宅斗基础课是吧？系统，给我查查这个萧盘小姑子的底细。检测到大瓜裴悠然的未婚夫李公子昨夜彻夜留宿青楼群芳阁，并且还将裴悠然送他的定情信物羊脂玉手镯赏给了花魁娇娇。这小姑子笑死我了，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，自己头顶绿的都能跑马了，还在这儿查账本呢。你那点嫁妆都要被渣男拿去包引花魁了。去繁发阁，把李锐给本侯带过来。锦儿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心腹敬茶乃是老祖宗的规矩。规矩？母亲若是知道妹妹千挑万选的好夫婿是个什么货色，只怕就没心思管这些闲事了。李锐，你竟敢拿我的定情信物去剽窃！悠然，你听我解释，是同僚灌醉了我。哇，活阎王办事效率这么高，这也太爽了吧！不过他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
难道侯府的暗卫连人家逛窑子都盯？真变态，不过我喜欢。这门婚事，本侯今日便替你退了。你要谢，就谢你嫂嫂吧。若不是她慧眼识人，你过门后有你哭的。嫂嫂，是我错怪你了。以后在这个家，谁敢欺负你，我裴悠然第一个不答应。啊，这就成小迷妹了？我什么都没干啊！这侯府的人脑补能力是不是过于强大了点儿？退婚风波后，盛明兰在侯府彻底开启了横着走的躺平生活。婆婆不再立规矩，小姑子天天送好吃的。直到这一天，沉寂已久的系统突然作妖。丁，发布连环主线任务第1环：蓝色的诱惑。请宿主在今晚子时前亲手触摸定北侯裴瑾的腹肌，并停留10秒以上。任务成功奖励10万两白银。任务失败惩罚随机剥夺宿主一项味觉。什么鬼？摸火阎王的腹肌，还有10秒，这活脱脱是在老虎嘴里拔牙！这一切就能把我劈成2半好吗？等等，10万两白银，有了这10万两，我可以直接在京城买一条街收租了。俗话说得好，富贵险中求，活阎王的腹肌我摸定了。侯爷，夜深了，妾身看您操劳国事，特意熬了10全大补汤给您送来。嘿嘿，先用补汤灌醉他，然后假装帮他更衣，趁机上下其手。10万两，我来啦！10万两白银，原来夫人的胆子是用银子衡量的。好，本侯倒要看看你怎么个上下其手法。夫人有心了，只是本侯今夜确实觉得有些胸闷防热，这衣衫穿得有些气闷。哎呀，侯爷胸闷可不是小事，妾身帮您快衣解带，透透气就好了。我操！这极品身材是真实存在的吗？这10万两赚的也太值了吧！系统，快给我倒计时。触摸成功，倒计时开始。10、9、8。局长，185你是要加许是真的。夫人，摸得可还满意？若觉得10秒不够，本侯可以让你摸一整夜。他怎么知道10秒？头皮发麻，他绝对有鬼！半月后，皇家举办马球盛会，京城世家悉数到场。盛如兰虽在前次家宴上丢了脸，但迫于已经订婚的无奈，还是硬着头皮带着江远出席，企图让江远在今日的诗会上大放异彩，挽回野绿。今日马球盛会，在下偶得灵感，作战马行一首，献给诸位。黑云压城城欲摧，甲光如天金鳞拍。好家伙，连李克的雁门大地行都敢抄，真当大京朝没人读过书是吧？系统，快给我调出他的抄袭物证。目标江远，昨日于古董摊花费3两银子购买前朝孤本《前朝一墨》，此诗正记录在册。这抄袭狗还真是脸都不要了，可惜我没证据在手，不然非得把这本孤本砸他那张伪君子的脸上不可。角声满天秋色里，塞上胭脂凝叶子。江公子，本侯背的可对？侯爷，您怎么知道？此诗乃前朝将领所作，收录于《前朝一墨》。你江远一介连战场都没上过的酸素书生，
也配写出这等金铁马的诗句，抄袭前人遗作，欺世盗名。你把在座的诸位大人都当傻子吗？无耻之有，竟敢在皇家诗会上弄虚作假！火阎王今天帅炸了，这配合打的简直天衣无缝。他到底从哪儿变出来的古籍？难道他真的懂了读心术？不管了，先爽了再说。盛明兰，你让我身败名裂，我绝不让你好过。你不是独宠吗？我看你喝了这包绝嗣药，还能不能笑得出来？诗会风波后2日，江远虽被指认抄袭，但因其抵死不认，称是无意撞贼，勉强保住了一丝颜面。今日，盛如兰竟破天荒地带着江远登门赔罪。姐姐，诗会之事全是误会，妹妹今日特熬了这血燕粥，一来是给姐姐赔罪，二来也是给姐姐补补身子，祝姐姐早日为侯爷开枝散叶。1. 高危警告：检测到燕窝粥内含有高浓度绝嗣散，服用后将终身不孕。好家伙，这就开始下死手了！盛如兰啊，盛如兰，你自己嫁了个渣发，生不出嫡子，就想让我也断子绝孙，真够毒的。不过这药我不喝，怎么反缠回去呢？绝嗣散，好一个尚书府的庶女，敢动本侯的夫人，找死！妹妹好意，本侯心领了。只是夫人近日脾胃不和，受不得这么大补的东西。不如江公子近日才思枯竭，想必十分伤身。这碗血烟，江公子替夫人喝了吧。侯爷不可，这是给姐姐的。江郎他喝不得。喝，或者死。哇哦，火阎王威武，这就叫自作孽不可活。江远那青楼外室还指望着母凭子贵呢，这下好了，江家直接绝后。笑死我了。丁，检测到宿主干呕，结合近期心率变化，系统判定恭喜宿主怀有身孕啦！撒花！怀孕？怀什么孕？系统，你是不是中病毒了？老娘连这火阎王的嘴都没亲过，难道我们晚上盖同一床被子，隔着800米远也能怀孕？这是什么医学奇迹？怀孕？本侯还没碰过她，她怎么怀孕的？难道不？她绝不是那种人。难道是本侯晚上睡觉梦游了？系统的怀孕乌龙还没解开，朝堂上的风波却已悄然而至。皇帝忌惮定北侯手握重兵，借着赏赐之名，堂而皇之地往侯府塞了2个扬州瘦马。哼，美其名曰替侯府开枝散叶，实则是安插的高级眼线。臣妾叩谢圣恩，侯爷日夜操劳，臣妾正愁无法替侯爷分忧呢。这2位妹妹生的真是标致，臣妾一定好好安排。如此，咱家便复命了。他竟然接了，他一点都不吃醋。难道在他心里，本侯就这么无足轻重？发财了，发财了！皇帝老儿真是大好人啊！这2个可是经过顶级培训的扬州瘦马，琴棋书画、算账交际样样精通。这可是现代社会年薪100万的顶级公关和 CFO 啊！我正愁我新开的胭脂铺缺掌柜呢，这免费的顶级劳动力不用白不用。原来夫人是看上了他们的算盘。
好，本侯倒要看看你怎么压榨皇帝的眼线。两位妹妹还没睡呢，太好了，年轻人就是精力旺盛。夫人，奴家正要去服侍侯爷。哎呀，服侍侯爷有什么出息？女人要有自己的事业。来，这是侯府名下13家铺子这半年的流水。听说你们在扬州学过珠算？快点算，今晚算不完不许睡觉。在我们侯府实行的是末位淘汰制和 KPI 考核，这个月谁算错一笔账，扣除所有胭脂水粉配额，表现好的，年底评选感动侯府10家员工。这算的是什么账啊？比我们在扬州学规矩还累，我想回宫。回宫？进了我这黑心资本家的门，还想跑？今晚你们就是算盘打冒烟了，也得把这13家铺子的窟窿给我平了。半个月后，皇帝派来的顶级眼线已经被盛明兰惨无人道的996福报折磨得脱了相。主子问你们，定北侯府的兵力布防图查得怎么样了？侯爷对你们可有防备？查什么布防图啊？我们连侯爷的面都没见过，每天一起床盘库房，此时还要核对胭脂铺的进销存。夫人说我们上个月 KPI 不达标，还要扣我们的月钱。求求主子把我们召回宫吧，去浣衣局洗衣服也行啊。定北侯府根本不是人待的地方。这是经历了什么？侯爷放心，夫人并无大碍，只是前几日冰镇西瓜和油腻糕点吃得杂了，有些脾胃不和，导致干呕，并非喜脉。系统自我检测完毕，抱歉宿主，前置扫描模块因为吃瓜过度导致内存卡顿，误将销户不良判定为喜脉，现已修复。嘿嘿。我呸！你个破烂系统，害得我担惊受怕了这么久。我就说嘛，连手都没牵，怎么可能怀孕？老娘可是冰清玉洁的黄花大闺女。有劳太医，赏。侯爷，你干嘛？太医说我没事了，我可以去查账了。救命！这火阎王的眼神怎么像要吃人？说好的禁欲系男神呢？夫人既然没有身孕，那外人若是知道了，岂不是要嘲笑本侯不行？我操！你行不行关我什么事？不对，你该不会是想……现在大白天的？既然太医说是一场误会，那本侯作为丈夫，自然有责任把这个误会变成事实。自从昨夜那场假戏真做的圆房后，盛明兰累得日上3竿才起。回想起今天日子，裴姐那仿佛开了挂般的未卜先知，盛罗兰心底那个疯狂的念终于压制不住。夫人醒了，昨夜辛苦了，可要再多睡会儿。辛苦个鬼！你个体力怪兽！不过话说回来，他最近是不是有点太了解我了？我前天刚在心里想吃城东的烤鸭，他下朝就带回来了。我昨天嫌弃那个花瓶难看，下午花瓶就碎了。难道他真的能听见我在想什么？不行，我得试探试探。哦，夫人终于发现了。好啊，本侯倒要看看你想怎么试。裴姐，火阎王，如果你能听到我说话，你现在就走过来，用你的左手端起桌上的茶杯，喝一口，
然后再放回原处。这桂花糕有些甜腻，不如夫人亲手就泡的茶好。吓死我了！我就说嘛，建国以后不许成精，怎么可能有人会读心术？看来都是巧合，巧合而已。傻丫头，本侯若是这么容易就被你试探出来，这定北侯的位子早就换人坐了。就算听不到心声，我也要折腾折腾你。裴大侯爷，你要是真那么宠我，有本事你现在去给我拿一把粉色带小碎花的油纸伞来遮阳啊！你这种杀神拿粉色伞，画面一定很美。侯爷，您这是？本侯觉得今日阳光刺眼，这把伞的颜色甚合本侯心意。夫人觉得呢？我操！这绝对有问题，他绝对听得见。夫人，你心里若是在骂本侯，本侯可是会伤心的。半月后，皇家秋猎，皇帝因称病未治，由野心勃勃的二皇子主持大局，而江远因诗会身败名裂，为了前途，竟带着盛如兰投靠了二皇子，沦为最底层的马前卒。定北侯手握重兵，却天天围着个女人转，真是大靖的笑话。江远，你说的那个计划可万无一失？殿下放心，微臣已让内子在侯府那匹母马的马鞍下做了手脚，只要盛明良一上马，必定被受剑的疯马踩踏必死。届时侯爷方寸大乱，殿下便可趁虚而入，夺其兵权。检测到致命危机，目标马匹的马鞍下被放置了10股毒刺，一旦受力，毒刺将刺入马背，导致马匹剧痛发狂。好家伙，盛如兰这只打不死的小强都已经落魄成这样了，还敢来作妖？本来想留着你当乐子看，既然你非要找死，那就别怪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。侯爷，妾身突然肚子好痛，想去更衣，这马先系在这儿吧。二皇子不是想害我老公夺兵权吗？那我就先送你一份大礼，让你后院起火。侧妃，来人，给我拿下江远和盛如兰，是你们负责照看马匹的。完美反杀，系统给力。二皇子这下要和江远狗咬狗了。夫人，你身上到底藏着多少本侯不知道的秘密？侧妃坠马并未让二皇子停止他疯狂的夺权计划。借着狩猎的掩护，数十名顶尖死士已被悄悄安插在密林深处。二殿下养了你们这群废物，也敢来取本侯的项上人头？警报！男主裴瑾遭遇二皇子死士围剿，系统检测到男主战损率正急剧上升，有生命危险。什么？死士围剿？
原著里二皇子明明没有这么早动手啊！难道是因为我改变了剧情，引发了蝴蝶效应？不行，裴景要是死了，我这顶级贵妇的躺赢生活就全完了。侯府暗卫听令，全军突击，跟我去救侯爷！裴姐，你给我挺住！谁敢动我的长期饭票，老娘跟他拼了！他不会武功，竟然为了我连命都不要了。什么长期饭票？夫人，你心里明明是有我的。你是不是傻呀？不知道发现好大吗？你要是死了我怎么办？夫人不怕，有你在，本侯舍不得死。从今往后，本侯这条命就是夫人的了。皇家秋猎风波后，刺杀失败的二皇子雷霆震怒，将怒火发泄在了办砸了金马案的江远和盛如兰身上。两人不仅被褫夺了功名，还被二皇子打得半死，像扔垃圾一样扔回了尚书。父亲，女儿知错了，都是江远这个废物，是他怂恿女儿去害姐姐的，求父亲救救女儿！毒妇，明明是你嫉妒定北侯夫人，偷拿了我的钱去黑市买的毒刺，现在竟敢血口喷人！闭嘴！两个不知死活的畜生，连二皇子的侧妃都敢害！你们是想拉着整个尚书府给你们陪葬吗？父亲好大的威风！啧，这叫什么？这就叫狗咬狗一嘴毛。江远这渣男废了，盛如兰的豪门梦也彻底碎了。今天我就来给你们家最后一把火。盛大人，这里面是江远科举所避贪墨赈灾款，以及盛如兰买凶暗杀当朝一品诰命夫人的铁证。本侯今日来是要个说法的。父亲，女儿好怕呀！妹妹竟然想要女人的命，女儿这几天晚上连觉都睡不好，侯爷心疼的连朝都没上呢。快点断绝关系，快点把她赶出家门！我的大别墅可不想再看到这两个倒胃口的玩意儿。来人，把这两个罪妇恶徒给我乱棍打出府去！从今往后，盛如兰不再是我盛家之女，死生与盛家无关。盛明夜，你不得好死！我就算化成厉鬼，也不会放过你！好啊，我等着。不过这辈子你连做鬼都没资格跟我斗了。走吧，夫人，府里脏了，当心污了你的眼。除掉盛如兰后，盛明兰还没来得及享受几天安生日子，边关便传来了800里加急的战报：北敌大军压境，连破3城。着定北侯裴瑾即刻领兵出征，收复失地。钦此。警告！原著剧情已严重偏离。检测至此次北敌寇边，实为二皇子暗中勾结敌国，意图在落马谷设伏，绞杀男主裴瑾。落马谷设伏？不行，二皇子这个畜生，为了夺权竟然卖国，裴瑾这次去九死一生啊！兑换，把所有的吃瓜积分都给我换成刀枪不入金丝软甲，还有特效金风药。侯爷，这件软甲是我在京城高僧那里求来的，你必须贴身穿着，洗澡都不许脱。还有这些药，只要还有一口气都能救回来。夫人，本侯这一去，少则半载，多则数年。若京城有变，你拿上这个，这是侯府300死士的虎符，见此令如见本侯。
若二皇子发难，你什么都不用管，带着死士和库房的银票往江南跑，隐姓埋名，找个好人家。闭嘴！裴姐，你混蛋！你休想把我甩了！你要是敢死在外面，我就拿着你的钱，在江南包养10个8个小白脸，每天在你的牌位前蹦迪。你个大傻子，明知道是死穴还往里跳。你要是死了，谁来宠我啊？你必须给我活着回来！好，为了不让夫人包养别人，本侯就是从地狱里爬，也会爬回来见你。京城就交给你了。裴景出征的第3日，京城表面风平浪宁，实则暗流涌动。二皇子欺负侯府群龙无涯，暗中派出多路谍子潜入侯府，企图盗取定北侯留下的兵力布防图。夫人，这2日府里新招的那批花匠和粗使丫鬟有些不太对劲，老是在书房附近瞎转悠。哔哔哔哔，检测到6个红点，已潜入侯府内院。老虎不在家，猴子称大王。二皇子真当老娘这个坐精是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废物吗？敢动我老公的家底，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满级大佬图新手村。关门，打狗。你们草菅人命，我们只是修剪花草的。嘴硬。统领，把他的左手大拇指切了。哦，原来这帮人的软肋在京郊十里堡的庄子里，二皇子把他们的家人全控制在那儿了。十里堡，张家庄，你那3岁的儿子和老母亲，还需要二皇子养着是吧？只要你签了这张认罪状，只认二皇子，本夫人现在就派人去把你家人接出来，否则……母亲，求夫人救我全家！二皇子，第1局你输了，接下来我看你还有什么招。殿下息怒，盛明兰虽然防住了明枪，但她磨合嘴搬正了一道准了，绝对防不住暗箭。臣女曾在侯府生活过，知道一条直通侯府主卧的地道。二皇子为了拿到定北侯府的兵力布防图，听信了盛如兰的毒计。深夜，盛如兰带着10几名顶级死士，顺着侯府修建初期的废弃地道，悄无声息地向着主卧逼近。第一，检测到高危目标盛如兰及12名死士，正通过地下密道接近宿主床底，预计30秒后破土而出。真是没完没了，本夫人本来想早点睡美容觉的，非要来找死。盛如兰这蠢货，还真以为这地道是个秘密。火阎王走之前，早就把侯府360度无死角的图纸给我看过了，我正愁没地方做捕鼠验井呢。推开这块砖，上面就是盛明兰的拔步床，你们直接乱刀砍死他，把布防图给我搜出来。我的眼睛！妹妹大半夜的走地道来串门，姐姐也没什么好招待的，请你们吃点麻辣火锅底料吧。冲出去！为什么我重生一次算计了一切，还是斗不过你？我不甘心！因为你蠢，你以为重生就能改变你骨子里的恶毒和狭隘，你把精力都花在算计女人身上，而我只想着怎么搞死你们这帮不让老娘过安生日子的渣子。拖下去，挑断手筋脚筋，跟那份认罪书一起打包送给京兆尹，就说定北侯府抓到了二皇子谋逆的刺客。不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是尚书府的小
二皇子，你的底牌打光了，接下来该你急了。盛如兰的失败和认罪书落入金兆尹之手，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皇帝龙颜大怒，下旨圈禁二皇子。被逼入绝境的二皇子，终于露出了最疯狂的獠牙，提前发动了逼宫兵变。殿下，京郊大营的兵马已经被皇上的人接管了，我们的人被堵在内城了。那就杀进去！传令死士营和城防军中的内应兵分两路，一路给本王攻打皇宫，另一路去定北侯府。只要抓住盛明林那个贱人，定北侯的30万铁骑就只能乖乖听本王的调遣。二皇子这个疯狗果然来咬我了。平时吃喝玩乐也就算了，今天要是连家都守不住，等裴景回来，我还有什么脸做这侯本主母？诸位，定北侯在前方为国浴血，今日二皇子逆党意图践踏我侯府门楣，我盛明兰虽是一介女流，但也知誓死捍卫家门。今日凡退缩半步者，杀！斩敌一人者，赏银100两；斩敌将者，赏金1万两。誓死保卫侯府，誓死保护夫人。侯夫人，乖乖打开大门，束手就擒。殿下有令，留你一条全尸，否则踏平侯府。门开着呢，不怕死的就踏进来试试。来啊，老娘把系统商城的陷阱和300死士全埋伏在门后的第一重运掠了。这就是传说中的空城计加强版之关门打狗。谁敢迈过这道门槛，我保证他被射成刺猬。就在京城被二皇子叛军围困的同一时刻，千里之外的北境落马谷，定北侯裴景正率领孤军踏入了二皇子与北狄人精心编织的死亡陷阱。定北侯，你已被10万大军包围，二殿下有令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，放箭！侯爷，侯爷，这件软甲你必须贴身穿着，洗澡都不许脱。你要是死了，谁来宠我？你明知道落马谷是死局，还往里跳。夫人，你给的保命符，本侯收到了。接下来，该本侯让他们见识一下，什么叫真正的活阎王了。呀！全军听令！二皇子勾结北狄，卖国求荣，本侯早已洞悉其谋。神机营亮火器，反攻悬崖！侯爷神机妙算，将计就计，全歼敌军。此战定保大境10年太平。二皇子谋逆逼宫，重兵围困侯府，夫人死守不出。留下1万人打扫战场，其余轻骑，丢掉所有辎重，一人双马，跟本侯回京。明兰，等我，谁敢动一根头发，本侯要他9族陪葬。定北侯府门前，盛明兰的空城计虽然震慑了叛军一炷香的时间，但叛军将领很快便反应过来，下令强攻。中计了，里面根本没几个人，给本将冲进去，活捉盛明兰！
军已进入陷阱区域。无数装满辣椒粉、石之灰和特制烟雾弹的木桶从天而降，砸在叛军人群中。我的眼睛！暗卫们趁机从两侧杀出，犹如割麦子般收割着叛军的前方。但叛军人数实在太多，前面的倒下，后面的踩着尸体继续往里冲。夫人，顶不住了，请夫人从密道撤退。撤什么撤？我老公的家一寸都不许让！老娘今天就是用银子砸，也要砸死他们！裴锦，你个混蛋，到底什么时候回来？你再不回来，你老婆我就要被人包饺子了！我还没享受过贵妇生活呢。侯夫人，受死吧！谁敢动我裴锦的女人，本侯要她碎尸万段！杀！裴锦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对不起，我回来晚了。明兰，不怕，我回来了。定北侯府的危机解除后，裴景未做片刻停留，他留下3000精锐护卫侯府，自己则率领大军直捣黄楼，将二皇子的主力叛军死死堵在了皇宫的承天门外。殿下，定北侯的大军杀到了，我们的后路被断了。这场闹剧终于结束了。明兰，我答应你的太平盛世做到了。丁，主线危机任务黄泉更迭已解除，恭喜宿主存活。顶级贵妇的躺平生活终于可以正式上线了。不过这活阎王这次表现不错，晚上要不给他加个鸡腿？二皇子谋逆案尘埃落定，作为叛党的从犯，江远和盛如兰被判秋后问斩。行刑前日，盛明兰作为定北侯夫人，获得了探监的特权。都是你这个毒妇！如果不是你怂恿我去依附二皇子，我怎么会落到抄家灭族的地步？你还我功名！你个没用的废物！你自己贪墨未必，怪得了谁？我真是瞎了眼，前世怎么会觉得你是个能当宰相的奇才？裴锦，你敢阻拦朕？父皇已经驾崩，遗诏传重于朕。你现在跪下臣服，朕还可以封你为异姓王，否则朕诛你9族！先皇驾崩，遗诏传位。二皇子，你勾结北狄，割让燕云16州，意图引狼入室，换取北狄出兵助你夺地。这些就是你卖国求荣的铁证。皇上有旨，二皇子谋逆篡位，勾结外邦，罪无可恕。定北侯裴瑾救驾有功，即刻劫拿叛党，死活不论。不可能！父皇明明已经被我的毒药，不可能！放下武器者免死，负隅顽抗者杀无赦。盛明兰，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？凭什么？明明我是重生归来的，明明我知道所有的剧情走向，为什么最后赢的人还是你？你以为重生就能改命？你把重生的优势全用在怎么抢男人的宠爱，怎么算计女人身上。你选择江远，是因为前世他当了宰相，你把他当成向上爬的梯子，却根本没看清他骨子里的自私和虚伪。你的失败不在于剧情变了，而在于你骨子里的恶毒和狭隘从未改变。这杯毒酒是皇上赐的，妹妹，上路吧。
线任务手撕绿茶渣男已彻底完成，当前宅斗进度0，躺平进度100%，终于把这些烦人的苍蝇清理干净了。接下来就只剩下一个未解之谜了。裴景这厮最近装得越来越像回事，今天本夫人必须祭出大杀器，彻底撕下他伪装的面具。侯爷，喝茶。裴瑾，你要是能听到我说话，你今晚就别想上老娘的床，立刻给我去睡书房。夫人，这是你逼我的。评判大捷，尘埃落定。盛明兰终于决定验证心中那个困扰已久的终极谜团：裴瑾到底能不能听到他的心声？夫人，既然你这么想知道，那为夫就如你所愿。侯爷，你干嘛突然靠这么近？完了完了，他这个眼神是要吃人啊！他到底听没听见我刚才让他睡书房的心声啊？汪！我操！他真的听得见，他刚才汪了！这火野王为了证明他能读心，竟然真的汪了一声！救命啊！社死，彻底的社死！那我之前在心里骂他隐疾，吐槽他变态，还惦记他腹肌的事，他岂不是全知道的一清二楚？老娘不活了，换个星球生活吧！往哪儿跑？侯爷饶命！我以前在心里说的那些都是开玩笑的，您大人有大量。夫人现在才知道害怕，晚了。你那些大逆不道的心声，本侯早就一笔一直记在心里了。不过，本侯最喜欢听的，还是你为了本侯奋不顾身时，心里的那句“长期饭票”。今夜，本侯就用实际行动向夫人证明，本挑3分肘没有隐疾。裴瑾，你个老狐狸，放开我！翌日清晨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拔布床上。经历了一夜折腾的盛明兰，揉着酸痛的腰，看着身边早已去上朝、空空如也的半边床榻，咬牙切齿。禽兽！火阎王变身为狼，简直要人命啊！不过，身材确实不错。警告！检测到宿主已完成所有主线生存任务，大正朝世界线已完全稳定。京城吃寡系统将在12个时辰后进行强制接榜并销毁，倒计时11:59:59。什么？接榜？销毁？系统，你给我出来！老娘的快乐源泉没有了，以后京城各府的八卦我找谁吃去？我这顶级贵妇的乐趣不就少了一半？董大人，能不能不解绑啊？你看个价，我用10万两银子买你个终身 VIP 行不行？抱歉，宿主，系统能量耗尽，必须解办。除非什么？快说！除非宿主能在1个月内与高气运目标男主裴瑾共同孕育出新生命，一旦检测到生命体征，系统可吸收胎儿逸散的气运，升级为母婴吃瓜 2.0 子母系统，永久保留。生孩子，为了我的吃瓜事业，拼了！不就是睡活阎王吗？一回生二回熟。裴瑾，你给我等着！侯爷，您日理万机，辛苦了。妾身特意让厨房炖了些大补的药膳，您多吃点儿。
喝，快喝！我的母婴吃瓜系统全靠你了，冲呀！夫人既然这么有兴致，这些饭菜就不吃了。为了保住吃瓜系统，盛明兰彻底化身备孕狂魔。半个月来，整个侯府的画风变得极其诡异。侯爷，您最近是不是过于操劳了？要不要卑职去请太医来看看？不用，去把厨房熬汤的那个厨子给本侯换了。卑职告退。侯爷，快喝！这可是我花重金从西域商人那里求来的秘方，保证药到病除。距离系统销毁只剩3天了，怎么我的肚子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裴锦这厮到底行不行啊？不会是营养路枪头吧？盛明兰，本侯是正常男人，天天喝这些东西，你是想毒死本侯吗？还有，你到底是在要孩子，还是在完成那个什么系统的任务？其实，那个系统如果解绑了，我就再也听不到京城的八卦了。我承认一开始是为了保住系统才疯狂折腾你的，但是裴姐，我现在是真的想和你有一个属于我们的孩子，长得像你一样好看，或者像我一样聪明的孩子。我是为了我们，不是为了系统。虽然吃瓜很重要，但是没有裴锦这个活阎王的吐槽搭子，吃瓜也不香了呀。既然夫人这么想要，那为夫只能鞠躬尽瘁了。不过，不许再熬那些奇奇怪怪的汤了。遵命，侯爷。丁，检测到宿主心跳频率异常，激素水平达标，恭喜宿主成功受孕，母婴吃瓜 2.0 子母系统正式升级完成。怀孕了，保住了！裴姐，你太棒了！时光荏苒，二皇子之乱后，大晋朝迎来太平盛世，定北侯裴锦交出大半兵权，只保留了暗卫统领之职，专心做他的宠妻狂魔。这日子给个神仙都不换。丁，母婴吃瓜 2.0 系统为您播报今日京城大瓜。礼部尚书家的秃顶少爷，今日相亲时假发被大风刮飞了，当场社死。小发财了！我就知道这老小子的头发是假的。夫人又听到什么好玩的八卦了？笑得这么开心。侯爷可是有读心术的，难道听不见我在想什么？为夫现在老了，读心术不灵了，现在只能听到夫人说爱我的声音。哎呦喂，却压不住冯和尚养血了。这活阎王现在说情话真是一套一套的，谁顶得住啊？爹爹，爸爸！爹爹，我要练绝世武功，保护娘和妹妹。我叫盛明兰，上一世我是个卷生卷死的宅斗失败者，这一世我绑定了吃瓜系统，本想彻底躺平摆烂，没想到最大的瓜竟然是我那个能读心的活阎王老公。不过谁在乎呢？
反正这泼天的富贵和绝世的好男人，本夫人全都想拿。